此时拍卖区并没有太多人，很快就轮到林辉，他将盒子里面的茶壶递了过去。这东西看着就不简单，林辉，你从哪得来的？祖传的，这不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所以打算变现一下。王颖半信半疑，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他刚获得了很多的奖金，怎么会缺钱？鉴宝的老头将茶壶拿在手里，反复的观摩。你这东西是个老古董，这东西是不是长时间用水泡着？林辉点了点头。怪不得，这古董表面很多地方都被水腐蚀得很严重，具体年份已经无法确定，不过可以上拍，具体有没有人买，能卖多少钱，那就不确定了。好，但我还是打算上拍。老师，这东西定价多少合适？鉴宝老头想了想，回答道：“就20万樱花币吧。”林辉闻言心头一沉，但他也不失望，毕竟这东西是捡来的，只要能卖出去，那就是赚的。二位就将古董留在这吧，老师会给你们安排后续的上拍。接下来我带你们进入拍卖场，再过一会拍卖就要开始了。两人来到了拍卖室内，此时里面已经人满为患，基本都是非富即贵之人。我还是第一次参加拍卖会，没想到人这么多，而且能进来的人里还有不少的老板。他扫视整个拍卖室内，下一秒愣了一下，滕山月，他也在这。只见在前排不远处的位置，滕山月与坐在旁边的朋友大声聊着什么。以前就听说滕山月喜欢这些东西，出现在拍卖会也不奇怪。林辉嘴角微微上扬，这样一来可就有意思了。一旁的王颖看着林辉，自顾自道：“这小子又想什么呢？”差不多10分钟后，全场的灯光聚集在展台上，一个樱花妹缓缓走到站台上。大家好，我是这次的拍卖员樱花，很高兴能见到大家。樱花穿着一身正装，但也难掩衣服内的火辣身材。林辉也是愣神几秒，一旁的王颖见状突然推了一下他：“好看吗？”林辉微微点头。他好看还是我好看？林辉回过神来，当即开口：“当然是王姐好看了。”王颖冷哼一声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展台上的樱花继续开口：“我不再跟大家废话，今天的拍卖会正式开始。”下一秒，第一件展品就出现在站台上。这是一颗渔民带来的彩色珍珠，非常稀有珍贵，30万樱花币起拍，现在开始。31万樱花币，33万樱花币。周围人叫价非常激烈，坐在前排的滕山月突然开口：“我出50万樱花币，谁都别和我抢，只要是我宝贝喜欢的，就必须得到。”现场确实没了加价的声音，但却开始讨论起来。这不是滕山月吗？他看上的东西，咱们没机会了。是啊，滕山月的财力不是咱们能比的。我只能等下一件拍品了。但就在他以为这颗珍珠自己势在必得的时候，一道声音突然传来：60万樱花币。滕山月朝后排看去，当发现是林辉的时候，露出一抹冷笑：100万樱花币，150万樱花币。在场众人全都倒吸一口凉气。一旁的王颖提醒道：“林辉，这只是一颗珍珠，真的不值得这么高的价格。你要是喜欢，回头我送你一个。”林辉没有回答他，而是故意朝前排大声道：“某些人要是没实力，就别加价了，免得浪费时间。200万樱花币，我看你还能加多少？250万樱花币。”坐在前排的滕山月明知道这小子是在故意激他，但在场这么多人，这个时候罢手，难免有些丢面子。280万樱花币，这东西是你的了，我不跟你争了。站台上的樱花开口道：“280万一次、2次、3次，成交。”随着竞拍锤的落下，这颗珍珠被滕山月以280万樱花币拍卖正常进行。很快，林辉的茶壶总算是被摆放在了站台上面。这件茶壶年代久远，已经辨别不出具体的年份，但整体保存非常完整，上面的金子也没有流失太多，整体还是很不错的。起拍价20万樱花币，现在开始起拍。21万樱花币。林辉也来了精神，总算是轮到了自己的东西，也不知道能拍卖多少钱。随着加价的人越来越多，价格很快就突破了50万樱花币。100万樱花币。林辉愣了一下，滕山月也看上了自己的东西，可惜拍卖行明确规定，卖家不能对自己的牌品加价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清脆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